我与老公婚礼当天，来替新郎官看看新娘美不美啊！阵阵哄笑里，我被8、9个不认识的人按在墙上，动弹不得。不知是谁拿起红酒往我嘴里灌，冰凉的液体顺着嘴角流到胸口，我内心的屈辱感无以复加。你们干什么？闺蜜苏珊珊见状忙扑过来，试图将我护在身后。花伴娘大美女，跟哥走，明年就让你过母亲节。这些人松开我，色眯眯的眼光不住向闺蜜投去，两双大手一左一右已经把她牢牢架住。闺蜜顿时吓得大叫：不要，放开我！她的恐惧却让这些人的气焰更加嚣张。我知道你们女的说不要就是不要停。闺蜜的屈辱彻底点燃我的怒火，我捡起地上的酒瓶，冲老公那些下流的亲友比划道：谁敢再闹，我就让他脑袋开花！这些人的兴奋一下被熄灭，他们七嘴八舌指责我：李家媳妇，这都是为你们好，越闹以后日子才越红火。人周家媳妇比你好看1万倍，还是个大学生，还不是乖乖让我们闹，就你矫情。就是凭你这臭德行，往后还想在村里混下去。就在这时，不知是谁把我老公李赤星叫来了。他面色阴沉，我本以为他是因为他们闹得过火才生气的，然而事实却是他上来就给我一响亮的耳光。臭婆娘，大喜日子你拿个酒瓶子给谁撂脸子？那些讪讪的人一下又恢复刚刚的活跃，李歌威武，这婆娘不管得翻天。你不懂，李家媳妇这叫性子烈，这烈女才有味道吗？李赤星穿着并不合身的西装，在人群里咧开一嘴大黄牙，宛如一个英雄，指着我高高在上道：今天没把这婆娘闹趴下，说明你们不给我面子哈！别闹她闺蜜，人家城里人讲究。人群骤然欢呼，他们像得到圣旨般蜂拥到我身边，一双双粗糙的手长施伸来，甚至有人撅着臭烘烘的嘴叫嚣着和新娘亲一个。我感到阵阵恶心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地狱般的场景？墙上的表发出欢快的机械女声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就在这时，我感到下腹一阵剧烈的刺痛，似乎一把锐器刺穿身体，滚烫的血液瞬间喷涌而出。救命啊！我本能大喊，身体软绵绵的，怎么也立不起来。哈哈，才哪到哪就喊上救命了。闹婚的人丝毫没察觉到我的不对劲，大家都过来沾沾新娘子的喜气哦。在众人邪恶的笑容里，我的世界陷入纯黑，再无任何意识。死前我看到最后一样东西，是一把淌血的绿色折叠刀。来，替新郎官看看新娘美不美呀！再次睁眼，我被8、9个人死死按在墙上，动弹不得。难道刚刚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？可下一秒，那个笑着给我灌红酒的，竟然是我的亲弟弟。闺蜜苏珊珊扑了过来，熟悉的情景让我猛然意识到，刚刚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。那我岂不是很快要死了？想到这，趁闺蜜挡在身前时，我拉起她就准备往外跑。我的力气太大，闺蜜径直被我拽倒在地。哐当，一把绿色折叠刀从她身上掉了出来。我呼吸一滞。村里的习俗，家里有人结婚，所有物件都得染成红色。想在这喜气洋洋的婚礼现场找一把绿色的刀，十分困难。这把绿色折叠刀恐怕就是刚刚刺向我那把。我快速从地上捡起刀，对着空气划了几下，恶狠狠冲那些嬉皮笑脸的人道：谁再来，我就在他肚子上划个大洞。这些人见状不敢上前，却依然嘴硬道：李家媳妇，这都是为你们好。熟悉的不要脸说辞让我恶心的想吐。闺蜜猛地扑过来，试图拿走我手上的刀，别伤到自己。我重重挣脱她，冷然出声：这刀怎么回事？闺蜜似乎被我冷漠的态度吓了一跳，这儿婚闹多厉害啊！我特意拿着以防万一的，大概见我沉着脸不说话，她又小心翼翼问道：是因为它的颜色吗？对不起敏敏，你这婚礼办得太急了。客车站的刀只有这个色。我内心犹疑，皱眉看她。闺蜜的眼圈微微泛红，死死咬着下唇，浑身止不住站立，却依然展开双臂，维持护住我的样子。她自己都害怕成这样，却依然想着我。这样的她，真会是害死我的人吗？我试探性问道：珊珊，可以把刀给我吗？闺蜜想也没想点头，小心翼翼将我手上的刀折叠成原样，温柔讨好道：那你拿着吧，不要割伤自己了哦。一个要杀我的人，怎么可能如此痛快地交出凶器？我不禁一激灵，怎么能怀疑闺蜜？这个温柔的城里姑娘，从不嫌弃来自农村的我，始终陪着我，甚至借钱助我创业，不求任何回报。我拉住她正要出门，却迎面撞上了老公。他直接将我重重地推倒在地，嘴里骂骂咧咧：新娘都要跑了，你们还是不是纯爷们？李赤星，我又气又急，匆匆起身向外挤去，放我出去，再待下去我会没命的。他却忽然给了我一脚：臭婆娘，你要死！像是不解气般，他又抓起我的头发，重重向墙上撞去。买来的玩意儿，真把自己当少奶奶了。
这一下撞得太狠，我感觉周围瞬间寂静，只有尖锐的嗡鸣声。今天没把这婆娘闹趴下，我艰难抬头想向外爬去，身体却无论如何也使不上力，只看到李赤星一脸谄媚哄着闺蜜：“你们城里人不兴这个吧？咱出去做。”那些人再次兴奋起来。我悄悄摸了摸自己的腰间，那把折叠刀还在。我不断深呼吸，心里默默祈祷自己尽快恢复正常，一会好拿着刀威胁他们放我走。我用身体仅剩的力气紧紧捂住左下腹，凶器在我这，行刺部位保护好，也许我就可以躲过之前的杀身之祸。我心中源源不断为自己打气。然而，我的左腰忽然传来剧烈疼痛，对方显然觉得不大好置我于死地，特意快速重连捅好几刀。我再次血流如注。我的生命开始快速流逝，我努力在人群中找寻凶手的身影，却不禁颤巍巍瞪大了双眼。握住红色水果刀的手我并不陌生，因为虎口部有一块和我一样的黑色圆形胎记，甚至在不久前，这手还往我的身体上倒了红酒。这是我亲弟弟的手，他明知道我为他牺牲了什么，他为什么要借着婚闹一次次置我于死地？来，替新郎官看看新娘美不美啊！再次回到这一刻，我意识到自己大概陷入某种循环，但我并不知道自己还剩几次机会。如果这次再死，我会进入新的循环，还是彻底死去？我必须把握每次来之不易的重来机会。趁着闺蜜挡在身前时，我快速拨通一个电话，随后抄起地上的酒瓶，在墙上咔嚓砸成2截，将锋利那端对着众人。谁过来我削谁。那些满脑废料的人又开始摆谱，讲起婚闹有利论。我拉着闺蜜一步步向房门走去，打开房门并没着急出去。果然，老公似乎一直守在外面，见门打开，本能往里重重一推，却推了个空。他扑了个趔趄，随即恼怒冲我走来：“臭婆娘！”但他立马噤声，只因我把瓶尖对准他：“你也不许过来！”我深吸口气，手里紧紧攥着半截酒瓶，内心只希望自己可以就此逃脱这噩梦般的婚姻，但理智又让我认命。我们现在就去院里办席，不要再闹下去。我本以为老公会因面子挂不住而恼怒，没想到他竟然爽快地答应。想去院里，直说呗。整治出在他的吆喝声中，我跟在其他人身后东张西望，一步步挪到院子里，手里一直紧紧攥着我唯一的武器，提防着弟弟。可我一直没找到他到底躲在哪，反倒是母亲径直走到我面前。赵敏敏经历死亡后乍然见到母亲，一下触动到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。妈妈，我还能看见你。母亲的话却宛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，我们赵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她伸出缠满绷带的右手，颤巍巍来抢我手上的酒瓶。人家闹你是给你长脸。臭白眼狼拿个瓶子耍威风，我自然不会给他酒瓶。他试了几次拿不过来，痛呼道：“啊，我手上的口子裂了。”周村一说过，再裂开我指定活不成喽。他开始用手背抹眼泪，我一时心软留下的孩子，最后竟要我的命。老赵头，我当初就该听你的，留着害人女娃干甚？母亲寻死觅活的样子，渐渐与3天前的样子重合。当时弟弟来信说母亲病危，我急匆匆赶回去，却看到他在中气十足打麻将。病危，你就不盼我点好？母亲用手戳我的鼻子，是我给你娶了门好亲事。我心里本能觉得不对劲。果然，在母亲和弟弟的话语里，我大概了解到，弟弟赌博一次性输了村长家的小儿子李赤星10万块，要么弟弟嘎肾，要么我嫁给李赤星才能抵债。母亲毫不犹豫选择第2条路。当初为了养你个女娃，我遭了全家多少白眼，现在该你报答我了。我只觉得荒唐，转身要跑。我凭什么要背赵武来的错？没想到母亲竟当着我的面毫不犹豫割开右手腕。赵敏敏，你跑吧！害死亲娘的白眼狼，我看你下半辈子怎么可能过得好。我哭着想要按住他手腕喷射的鲜血，催着弟弟赶紧叫村医，却统统被母亲拒绝。你不嫁我就死，你不救你弟弟，我用命救我儿子。我没办法眼睁睁看着生我养我的人因我而死，我妥协了。我匆匆给男友发了条分手的短信，折断 SIM 卡，心如死灰，等着嫁给李赤星。如今母亲再次用相同的招数让我妥协。我木讷地将酒瓶递给母亲，看着她对李赤星点头哈腰。大女婿，女儿不懂事，我这当娘的给你赔罪。李赤星一把将她推开，臭老太婆，他妈和谁攀亲戚？他又阴恻恻转向我，你个贱货，在屋里还不行，非得在院里直播，被这么多男人抱着的样子，现在爽了吧？我这才知道，刚刚李赤星为何如此痛快地答应让我出来。我浑身血液冰凉，看着昏闹的人在李赤星的煽动下再次向我涌来。弟弟不知从哪儿冒出，混进人群，右手明显攥着什么。
我不动声色把身体紧紧贴在面前不认识的人身上，看似躲闪闹婚的人，实则在躲弟弟。弟弟是个几次没法下手，着急的扒拉我贴住的人。你走开，我要保护我姐。弟弟终于靠近我，我假装害怕的两只手死死拽住他的右胳膊。我来保护好姐姐啊！但我没想到他的力气大到足以瞬时挣脱我的禁锢。我又输了20万，为了咱妈，你再帮我一回吧。说着，他的刀直直向我刺来。我连忙向后躲去，却不知被谁狠狠推了一把，迎向了刀子。原来弟弟还有同伙啊！我懊恼自己过于大意，挣扎着拼命向身后看去。母亲目眦欲裂，李赤星目光凶狠，闺蜜满脸担忧，还有一个莫名熟悉的身影，保持着向我伸手的姿势。究竟谁是刚刚推我的人？熟悉的疼痛并没有袭来，我睁开眼，发现弟弟被人反剪擒住。谁报的警？你小子老实点！弟弟在地上挣扎的厉害，右手不住乱挥，敢这么对老子，活劈了你们！警察从他手中夺过刀，牢牢制服他，厉声喝道：为什么拿刀对着新娘？故意伤人违法哈！弟弟扭头冲警察吐口水，老赵家的事儿和你有锤子关系？我他妈杀头家里的猪，还得和你报备呀！母亲显然意识到弟弟的说法对他不利，忙上前道：警察同志，他姐今天嫁人，小五舍不得，闹着玩呢。他又扭头狠狠瞪我一眼，模样癫狂。你快说句话啊！小五这细胳膊细腿的，压坏了怎么办？我毫不怀疑，若是杀我能给弟弟脱罪，下一秒他就能将刀直插我的心脏。刚刚推我的人，难道就是他？我假装惊讶试探道：闹着玩？您刚没看见，刀子差点就扎死我了。母亲十分不耐烦道：那你不也没事吗？我敏锐捕捉到他眼里一闪而过的不甘。这么多年，你在赵家吃喝拉撒，用的可都是你弟弟的钱。他让你死，就得乖乖听他的。男人的话不会有错的。最后一句，他刻意压低声音，只说给我听。母亲清楚弟弟要杀我的，他也是支持的，甚至是个帮凶。意识到这点，我忽然替3天前为了母亲放弃幸福的自己不值。之前所有的不忍，好像被弟弟和母亲合谋着一刀刺死了。我冷冷向警察一口咬定弟弟是杀人未遂。眼看弟弟要被带走，母亲扑过来对我又哭又打，我手上的口子指定裂开了。我要死了，没儿子摔盆，我怎么办哟？我毫不犹豫推开他，和我说没用，你想办法用自己的命去换你儿子出来吧，万一警察能答应呢？母亲像是不认识我一般，愣愣注视我，嘴唇哆嗦要骂人。但很快他就顾不上这些，急匆匆跟着弟弟和警察走了。我内心十分迷茫，这个情形还有必要嫁给李赤星吗？我下意识转头，他不知何时离开了院子。刚刚站过的地方遗落了一张借条，白纸黑字清楚记录着昨晚弟弟赌博输给李赤星20万人民币。弟弟杀我的时候说过他又输了20万，原来这钱还是输给李赤星的。弟弟输10万时，李赤星让我嫁给他抵债。弟弟输20万时，李赤星又能让弟弟做什么抵债呢？如果是让弟弟杀了我呢？被忽略的细节突然清晰。母亲年轻时左手曾被父亲砍过一刀，不大利索，如今又手腕有伤，他真的有办法刚刚推我那下吗？如果刚刚推我的人是李赤星呢？他不喜欢我，却愿意花10万娶我，本就奇怪。可他娶我就为了在婚礼当天要我性命，似乎也说不通。我摸不到事情的关键，身体预先替我做出决定，趁着众人看热闹，拉起闺蜜就往外跑。不管李赤星什么目的，这婚我不结了。自幼干农活的我，在这黄土地上跑得异常顺利。可闺蜜气喘吁吁喊停，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没拿，我回去一趟。她确认我躲到路口左数第3个草垛后，再三保证自己会注意安全，尽快回来，匆匆离开。20分钟，我等得望眼欲穿，微信提示音却不合时宜地响起，是闺蜜的语音：敏敏快跑，李赤星抓你去了。在这儿呢！我转头径直撞上李赤星满是玩味的双眼，下一秒，远甚于之前的疼痛让我做不出任何反应。一把9齿叉快速扎进我的肚子，留下密麻的血洞，又快速拔出，身体里的肉都翻卷着被带出。我快要死了，我无能为力，只能祈祷自己可以进入下一次循环。来，替新郎官看看新娘美不美啊！我幸运地回到这熟悉的情景。经过3次死亡，我大概梳理出事情的原委。李赤星教唆弟弟杀我，如果弟弟失败，他会亲自动手。而这一切，母亲恐怕都是知情且默许的。分析清整个事态，我比之前冷静许多。和上次一样，我提前报警，让警察当场抓住行凶未遂的弟弟。
不同的是，这次我挽着闺蜜一直跟在警察身边，表示要直接和他们一起回去做笔录。李赤星总不能当着警察的面杀害我。临出门前，我没忘记提醒闺蜜拿上包，带好身份证和银行卡，一切都按照我预想的顺利进行。可变故发生在我即将跨出大门时，李赤星不知从哪儿钻出来，挡在我们面前，冲着警察嚷嚷道：“王帅，你是帅子？哎呀，你就是村里新来的警察呀！哪天有空，哥给你摆个流水席，上满24个菜。”刚刚神情严肃的警察立马眉开眼笑：“李哥，是你结婚啊？恭喜恭喜！我先把这小子带回去，免得搅和你。”说着，他上前亲密地拍李赤星的肩：“份子钱一会给你送来啊，当时可多亏你借钱给我妈治病了。”李赤星满不在乎挥手：“这点钱有咱哥俩重要，不过能不能别带你嫂子走？”说着，他凑到警察耳边，郑重其事道：“找人算过，就得这个时辰结婚，才能保佑哥发大财。”警察了然地点头，转头冲我客气笑道：“嫂子别跟了，办完婚礼啥时候来不是来？”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手不住颤抖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，但我浑然不觉，假装懵懂地拉着闺蜜往警车上挤。母亲坐在后排，正哭天抹泪和后部的弟弟说话。见我要上车，单薄的身子径直堵住门。我可不要和这害人精上一个车。我心里着急，想把他往车里挤，哀求道：“妈，你快进去点，晚了我就没命了。”可看着瘦弱的他，却在这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，纹丝不动。“你不要娘和弟弟，我管你死不死，你最好今天就死，让我看看报应长啥样。”说着，他的右手肘死命向我的太阳穴撞去。我大脑片刻空白，随即周围的一切开始旋转模糊。再次醒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我躺在鲜红色婚床上，手脚都被牢牢绑住，动弹不得。偌大的泥土房只燃着2根红烛，跳动的烛火里，李赤星一直死死地盯着我，凸起的眼睛仿佛随时都要爆开。看到我睁眼时，他忽然咧嘴笑了，露出一口黄牙：“你醒了。”刹那间，心脏仿佛都停止跳动。下一秒，看着他不紧不慢解开皮带，才回过神来，尖叫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啪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李赤星嘲讽道：“你该不会以为我对你这种猪感兴趣吧？”他扬了扬手上的皮带，不无惋惜道：“被捅死多好，一了百了，非得被打死，多痛呐！”啪啪，皮带狠狠抽进我的右眼，眼里有似乎什么东西顺着脸颊缓慢流下，像极了红烛流下的蜡泪。像是不解气般，李赤星对着我的脸猛然抽了好几皮带，好整以暇欣赏我痛苦的呻吟。忘恩负义的畜生，死吧！人家对你那么好，你还起别的心思？一直困扰我的谜题终于解开，原来李赤星的所作所为是有人在背后指使。我忍着痛直抽泣。你说的人是谁？李赤星并不回答我，随手拿起桌上的槟榔大口吃着，又恶狠狠吐在我脸上。此时房门砰地打开，门口隐隐绰绰有个人的轮廓，我看不分明，只觉得这人给我的感觉莫名熟悉。就我，李赤星却哈哈大笑道：“信不过我，竟然验货呀！我李赤星拿人钱财，这就给你消灾。”一阵风刮过，烛火偏向房门，我勉强看清站在门口面无表情的人，似乎是我的男友张明。是他收买李赤星害我吗？可我已经没办法继续想下去，因为李赤星的皮带头像颗子弹般砸碎我的太阳穴。我的世界再次陷入一片黑暗。只是，如果幕后黑手真的是张明，我真的还有再次循环的勇气吗？来，替新郎官看看新娘美不美啊！这次醒来，想到自己刚刚临死前看见的幕后主使似乎是张明，我没来由的一阵心烦。他真的恨我到如此地步吗？报完警，拿着半截酒瓶来到院子，我有意识扫视来来往往的宾客，发现张明果然早已混在吵闹的人群中。他站在离我不远不近的地方，与平常的穿衣风格完全不同。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有一压低的鸭舌帽根本藏不住他怨毒的目光。他盯得我脊背阵阵发凉，但我依然强撑着按之前的方式将杀人未遂的弟弟交到警察手中。我悄悄捡起母亲落下的酒瓶，逼自己忽略背后那道窥视的目光，深吸口气，专心寻找李赤星所在的位置。原来之前几次弟弟被带走时，他都躲在婚房里打电话。放心，我还有其他招要那个贱人的命。哎呀，你不要生气，他大概是在和张明通话，只是为什么打电话的李赤星语气这么温柔，和上一轮他同站在门口的张明说话时截然不同？我心里疑惑，仍踱着细碎的步子，小心翼翼向屋里走去。我一定要打晕他。我屏住呼吸，强迫自己用汗湿的手牢牢抓住瓶颈，眼睛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背对我的李赤星。哐！我不小心踢飞石子，撞到门槛上，发出要命的声音。
谁？李赤星的语气立马变得凶恶，可他随即又温柔对电话里的人讲道：“没事没事。”外面的果子掉的吓了我一跳，我站在门背后，尽可能捂住嘴，心脏仿佛要从身体里跳出来。下一秒，李赤星如鬼魅般的声音忽然我耳边轻轻响起：“你都听见啥了？”我抬头对上他高高凸起的眼球，大面积的眼白，一条条爆起红色的血丝，极小的眼仁没有丝毫感情，根本不像活人的眼睛。我尖叫着抄起酒瓶向他砸去。李赤星想也不想要抢酒瓶，幸运的是，尖锐的边缘深深划进他的右掌心，露出他深红的肌肉，隐约可见白骨。就在他痛苦嚎叫时，我学着之前母亲的样子，手肘狠狠顶向他的太阳穴。李赤星的哀嚎消失了，手上、脸上都飞溅上腥臭的鲜血。我这个样子回到院子，立马就会被李赤星的亲友抓住。我沉吟片刻，准备打电话叫闺蜜过来，却听见她远远的呼叫声：“敏敏，你在哪？”看见地上死猪般的李赤星，闺蜜明显瑟缩了一下，随即语气焦急道：“快跑！张明要杀你，真的是他！”我浑浑噩噩，没有追问闺蜜是如何知道这事的，催促她赶紧跟着我从后门逃走。她却忽然甩开我的手，语气为难：“我还没拿身份证和银行卡。”我急得差点哭出声。都这时候了，这些还重要吗？闺蜜鼓足勇气道：“对不起，敏敏，你在这躲一会。张明一个外男来不了这儿。”她抓住我颤抖的手，尽可能平和的一字一句道：“有我的身份证和钱，我们才有可能成功逃出去。”闺蜜离开后，我躲在婚房的桌子下，度秒如年。就在我实在忍不住想要发消息给闺蜜时，门口终于有人来了。那人进来后并不说话，反倒四处翻找起来。肯定不是闺蜜。刚刚的喜悦荡然无存，我用尽全力把自己缩到最小，祈祷来的人不要发现我。然而，那双穿着黑色裤子的长腿还是站到我的面前。他慢慢俯下身，墙上的影子都折成诡异的弧度，像是叹息，又像是诅咒。敏敏，我终于找见你了。明明是夏天，我却像掉在冰窟一样极冷。我哭着求饶道：“对不起，张明，是我背叛了我们的感情。”张明的手逐渐伸过来，我不住地磕头：“求求你不要杀我！”张明抓住了我的手，他语气急切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敏敏，快跟我走！苏珊珊要杀你！”全身的动作在那瞬间凝固。他在说什么？闺蜜的惊呼声在这时响起：“张明，你不要伤害敏敏！有什么冲我来！”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后，闺蜜有气无力倒在我面前，像是受了重伤。我颤抖着从桌子底下爬出来，拽起闺蜜，跌跌撞撞要跑。张明猛地向我们扑来，我再次感受到尖锐的剧痛。这次我甚至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凶手的表情，就彻底失去意识。来，替新郎官看看新娘美不美呀？再次醒来，我熟练地将弟弟送到警察手中，又潜入婚房偷袭李赤星。这一次我成功在房间里打晕正在打电话的他，顺手扯了根红绸捆好李赤星。我冷静整理了一下前几次循环的记忆。当弟弟和李赤星相继失去战斗力，幕后主使张明会亲自动手杀我。我正要去找闺蜜，却忽然想到，既然张明的目标只有我，那我不在，闺蜜自然也不会出事。这一次我决定独自逃走。我慌慌张张向后门跑去，又给闺蜜发了语音消息，怕她担心，我只含混说自己决定悔婚，先从后门离开了，叮嘱她一会找个合适的时机溜走。这一次一切都很顺利，后门近在咫尺，周围什么人也没有。只要我出去躲到山里，娇生惯养的李赤星对这完全陌生的张明，统统不是我的对手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声大叫从不远处传来：“张明，你要干嘛？”是闺蜜的声音。奇怪，这一次两人碰面的时间怎么提前这么多？我伸手正要推后门，又听到闺蜜低低的哭泣声：“谁能来救救我？”我伸出去的手停在空中。如果我走了，张明应该不会对闺蜜怎么样吧？我踟蹰着想走，闺蜜的声音又清清楚楚传来：“我真的不知道敏敏在哪，你干脆杀了我吧。”她分明知道我要从后门走，却什么也没说。巨大的道德感让我没办法丢下闺蜜不管。我循着声音一路小跑，终于在一间类似杂屋的地方找到他们。张明背对我，双手正抓住闺蜜的肩膀使劲摇晃。敏敏究竟在哪？相恋5年，我从未见过她情绪失控成这样。看着小声啜泣的闺蜜，我心里油然升起强烈的愧疚。都是因为我这个温柔的姑娘才要遭罪。抄起放在门口的锄头，我屏气蹑手蹑脚靠近他们，用木棒那头对着张明的后脑勺就是一下。张明软绵绵倒地，看到我时眼睛却忽然亮了：“敏敏，你……”随即晕了过去。不知为何，他叫我时语气有点惊愕，但我还从中听出强烈的喜悦之情。大概是我的错觉吧。闺蜜嚎啕着扑进我的怀里：“敏敏，
张明竟然要杀你，他找不见你，就从我这下手，大概是受了很严重的惊吓。他一边语无伦次谩骂张明，一边又哆嗦起身翻找麻绳，要把张明捆起来。当务之急是跑进山里，我催促闺蜜赶紧离开，她却恍若未闻，结结实实把张明捆成一个粽子，随后泄气般瘫坐地上，周身发抖。我们这样跑了一会，李赤星不会追来吗？看他又惊又怕的样子，我心疼不已，安慰他李赤星也被我打晕在婚房，一时半会醒不了。闺蜜这才放松，起身要走，才发现右脚无论如何也使不上力，大概是刚才扭伤了。我焦急地打算背她走，她却死活不肯。她泪眼汪汪看着我，敏敏，背上我这个累赘是不可能逃掉的。你快走，我会没事的，我怎么可能把她扔在这里？我烦躁地原地转圈，在看到门口的登山木棍后，眼前一亮。我欣喜地跑过去，珊珊，你拄根杖就能。一股巨大的力量忽然从背后把我撞翻在地。是张明，他正咧着嘴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我爱你，随后抽搐一下，倒地不起。刚刚那把锄头深深砸进他的后脑勺。闺蜜惊慌失措拔出锄头，笨拙地试图用手捂住张明头上汩汩往外冒的鲜血，里面还混着乳白色的浆液。我的尖叫声被闺蜜撕心裂肺的质问掩盖。为什么？究竟为什么？闺蜜仿佛被人掐住脖子般，嗓音难听至极。为什么你宁肯死，也要救赵敏敏这个贱人？我又惊又伤心。原来她才是真正要杀我的人，而我根本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。闺蜜，不，苏珊珊又哭又笑，拼命晃动张明无力的身躯，又忽然疯狂亲吻他已然失去生气的脸。那句我爱你是说给我的吧？我也爱你，原来如此。看着他嘴里噙满鲜血却毫不在意的样子，我差点吐出来。我转头喘息新鲜空气，余光恰好瞥见敞开的房门。苏珊珊现在一心只想着张明，其他什么也顾不上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不动声色挪到门口，转头看了看门外光景。外面没人，我又很清楚从这到后门的路线，只要我愿意，完全可以甩掉苏珊珊，从后门跑到山里。我小步后退，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，正要转身全力冲刺，目光却不自主看向张明半开的双眼。如果我就这样走了，这个爱我到付出生命的人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不由握紧拳头，再来一次循环，我应该能同时救下我们俩。可万一没有机会了，我凝望那张魂牵梦萦的脸，眼角发酸。他活着时，我曾抛弃过他一次，如今我只想和他长相厮守，生也好，死也罢。为此，这一轮我甘愿死在苏珊珊手下。只不过我还要弄清一些事儿。于是我倚着门框，哑声开口：珊珊。一直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苏珊珊身体猛地一哆嗦，随后眼眸猩红，爬起来要扑我。你别想跑！与往日温柔可人的她判若两人。我流着泪从手机壳里掏出一张纸给她看，我不跑。看在这个的份上，珊珊，可以回答我几个问题吗？我手上拿的是她以前送我的闺蜜愿望券。当时送我这张万能券时，她还笑得那么明媚，凭这个你叫我杀人我也去。可如今她要杀的却是我。她显然也想起来什么，一把抢过券揉烂撕碎，语气生硬，一张破纸还随身带着，果然没见过世面。我一阵心痛，还是打起精神问她为什么要杀我？因为张明吗？她的脸瞬间因极度扭曲，知道还问。也是，明知道我喜欢他那么多年，你还要抢走他，在我面前炫耀。我根本不知道苏珊珊喜欢张明。我震惊地盯着他，他正用手摸眼睛，眼泪混着血糊了，满脸也浑然不觉，只顾着喃喃：要不是因为张明，凭我的条件，哪里会和你们上一所学校？结果他接受了你，根本不肯多看我一眼。我借钱给他创业，想和他拉近距离，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有什么事儿告诉你就行，没必要和他单独联系。原来他为我做的那些事儿，都是透过我对张明好啊。我不由长叹一口气，所以你就指使李赤星引诱我弟弟赌博欠钱，好让我嫁给他，和张明分开。见他点头，我不由疑惑，可你怎么会和李赤星扯上关系？苏珊珊脸狰狞的厉害，还不是拜你所赐。为了对付你，我勾引了李赤星。每次看那个大黄牙撅着嘴说永远爱我，我都恶心的想吐。好在我让他毁了你的未来，他二话不说就想办法让你一辈子当村妇，刺骨的凉意席卷全身。他温柔的外表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？我愤怒地脱口而出：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我嫁给李赤星，和张明再无可能。为什么还要杀我？还搭上张明的性命？苏珊珊身侧的手紧握成拳，青筋暴起。我也想问你，究竟给张明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不辞而别，他却一直问你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听说你要嫁人，他甚至跪下来求我帮他混入婚礼。
他说要看一看你当新娘的样子，带着回忆默默守护你一辈子。我的眼泪不受控制的簌簌落下，朦胧中我看到苏珊珊高高举起锄头，万能劝我已经兑现了，现在该你去死了。我闭上眼，嘴角含笑。我忘了这是第几次经历死亡，但我知道这是最坦然的一次。上天啊，请再给我一个机会，能让我惩罚那些伤害我的人，能让我重新牵起爱人温暖的手。来，替新郎官看看新娘美不美啊？这一次在熙攘的人群中，我一眼就找到张明，看他安然无恙的样子，我不由眼底一热。好在我赌赢了。躲在苏珊珊身后报完警，我顺势拿起手机冲张明快速晃了3下，注意查看手机信息，这是只有我和他明白的暗号。我用这辈子最快的手速给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发短信，警察走后跟好我。这话对现在的张明来说有点没头没尾，可没有时间让我说得更清楚了。果然，张明双眼微微凝滞，流露困惑的神情。庆幸的是，他还是迅速回复：好的，送走弟弟和母亲。我特意找了一下苏珊珊，她并不在院子里，大概是躲在哪里和李赤星打电话。我悄无声息向婚房溜去，放缓步速，确保张明可以跟上。到了内院，我一把抓住张明温暖有力的手，还没开口就哽咽住。我终于又见到活生生的他。张明被我吓了一跳，嘴上还不住安慰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慢慢说。我抽噎着告诉他苏珊珊、李赤星和赵武来之间的蝇营狗苟。他听完面色涨红，一拳打在树上，粗声粗气道：简直欺人太甚。转头又清清嗓子，柔声细语对我说：之前你一个人承受这么多，很辛苦吧？现在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我们两人一起。婚房里，我和张明两人毫不费力制服没有任何防备的李赤星。他挣扎得十分厉害，嘴里不住对张明叫骂：你喊我杀人，现在又对付我，几个意思？我虽知道张明的心意，听到这话，心还是不由漏跳一拍。张明按住李赤星的动作又重几分，从不爆粗口的他恶狠狠道：他妈放啥狗屁呢？李赤星双眼滴溜溜地转，很快又嘿嘿笑道：哥们，别被这女的骗了。前2天他还哭着说非我不嫁呢。张明手上动作一顿，我却终于放心，右手轻拍张明的肩膀，冲李赤星温和问道：这些挑拨离间的话是苏珊珊教你说的？果然，李赤星眼底闪过一丝惊愕。我故意激怒他：苏珊珊有喜欢的人，你还为他这么拼？舔狗啊！李赤星的五官瞬间挤成一团，紫红的脸看起来下一秒就要爆炸。不是这样的。那我们打个赌，如果他真的爱你，我任你们处置；可如果他压根不爱你……李赤星忽然严肃地接过话茬，把他留给我，你们爱死哪儿死哪儿去。张明利索地将李赤星的双臂反剪到身后，用绳子绑上，又堵上他的嘴。我拿起他的手机，学着他的口吻，给备注着甜心女神的苏珊珊号码发消息。我宰了赵敏敏，顺便把他相好的打晕丢杂屋了，能干吧？快来婚房奖励我！拖李赤星去杂屋时，他呜呜咽咽不肯走，眼神不断看向婚房，似乎笃定苏珊珊会来婚房。看到苏珊珊面色焦急跑向杂屋时，躲在窗台下的他才消停，神情严肃地和我一起看张明的发挥。苏珊珊想也没想扑到张明怀里，双手轻拍他的脸颊：阿明，你没事吧？说着，他的嘴渐渐凑向张明的唇。李赤星呼吸急促，好在张明适时睁开双眼，不露痕迹扭头躲过。苏珊珊，敏敏呢？他有危险！苏珊珊一把按住张明挣扎的身体，语气悲痛：敏敏被她老公杀了，我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她死前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俩能走在一起。张明，我愿意完成最好朋友的遗愿，你呢？张明沉默片刻，低声开口：好。苏珊珊强烈的喜悦狠狠刺激着李赤星。张明轻轻点头，又斟酌开口：珊珊，其实我对你的感情并不只是为了敏敏的遗愿。迎着苏珊珊惊喜的目光，张明却忽然叹气：可我怎么听说你和敏敏老公关系不一般？李赤星忽然挺直背，连连点头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苏珊珊。苏珊珊惊讶到变声：我和敏敏老公？怎么会？他看不见李赤星瞪得像铜铃的双眼，语气十分无辜：我今天第一次见他，能和他有什么关系？李赤星开始微微发抖，他又轻叹一声：倒是这么多年，敏敏爱他得很。她老公刚松口，立马就嫁了，婚礼办得草率就算了，结果命也丢了。我一直劝他，见识过城里，你对他又好，可他非这个愚昧粗鄙的家暴农村败类不可。张明表现出听进去的样子，又抱有怀疑道：可敏敏曾说，你和她老公才是真爱。哎呀！苏珊珊嗔怪着拍了张明，敏敏本来就疑心病重。
她那合同老公，我看着可只想吐。李志兴开始呼哧呼哧喘气，他接下来说的话更是气得他浑身剧烈发抖。我能证明敏敏老公的罪行，我们赶紧去市里报警，让敏敏瞑目，这样你就信我了吧？赵丫头，不知何时，李志兴吐出嘴里的东西，声音苦涩。哥要进去教训那个贱人，松个绑呗。哥发誓，绝不动你和你相好的。说谎全家死绝。他不复之前的跋扈，脸上像融了雾般灰败，眼神空洞。可以看出他受了很大打击，应该是真心喜欢苏珊珊的。李志兴冲进去时，苏珊珊满脸夙愿得偿的喜悦，正畅想美好未来，却忽然被一掌打翻在地。李志兴双眼猩红，第一次见，不是你说不这样不嫁，老子犯得着娶赵敏敏，犯得着下套喊赵武来杀他姐，又犯得着亲自动手。苏珊珊左边脸颊迅速高高肿起，尖叫向张明扭曲爬去。你在说什么？阿明，救我！我比他更快闪到张明身边，拉着他的手往外走。我和张明会好好的，你也多保重。赵敏敏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有鬼啊！李志兴拽住他的头发，声音森然：老子是农村败类，好，今天不坐实了，老子就不姓李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凭李志兴的狠劲儿，苏珊珊今天肯定吃不了兜着走。我贴心帮他们关好杂屋门，同张明悄然从后门消失，牵着爱人的手，所有烦心事被关在身后。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。我们一起穿梭在静谧的山里，手机却在这时不合时宜地响起，是母亲打来的电话。只要你松口，你弟弟就不会有事。你快过来，不然我就自杀。我冷冷拒绝。赵武来就是蓄意谋杀，你怕他蹲大狱？那你让我做伪证，就不怕我坐牢吗？电话那头母亲还在辩解，我只觉得很累。这么多年，我的学费是打工挣的，每月还坚持给你们打2000块。以后你们不要来找我，我每个月会往之前的卡号打最低赡养费，就这样吧。对家人的眷恋早在一次次循环中磨灭。张明只轻轻抱住我，在我耳边轻声道：你还有我呢。我闷声闷气，不过就这样放过李志兴吗？看着他疑惑的模样，我不由轻笑。你说李志兴这种恋爱脑，发现自己真心爱慕的人根本瞧不上他，只是利用他，得用多久才能走出来呢？而且我献宝般拿出手机，他亲口承认罪行的录音。要是知道这个，恐怕他每天都睡不好觉了。张明扑哧笑出声，手指刮过我的鼻尖，机灵鬼。不过敏敏，他忽然毫无征兆抱紧我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和我商量，不要像之前一样，好吗？他的心咚咚咚跳得飞快。只要我们两人在一块，无论多大的坎都能迈过去。我用尽全力回报他，连连点头。我们的爱治愈过去，打破生死，逃离困局，改写未来。而我也终将牵着爱人的手，一起迎来明天的太阳。晚安。